我在采药的路上就下一名落魄的贵公子，每天雷打不动的背着他到镇上治疗腿疾。为了报答这份恩情，他应了承诺，风光抬我过门。从翰林院再到内阁，我们相敬如宾30年。生前有人尽心伺候，死后风光大葬。照理来说，这样的一生是大多数女子所追求的，可重来一世，我却固执的不想让他再受恩情裹挟。从此更是没再踏足深山半步。直到某天夜里，房门突然被人敲响，他风尘仆仆站在门外，委屈的红了眼。夫人这次为何不来寻我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顾南风娶我的时候吃了不少苦头，老爷子将藤条抽断了3根，都没能让他改口。怕这唯一的继承人真的死在藤条之下，老爷子也只好松了口，承诺只要顾南风能在6年内官居4品，便认了我这个儿媳。消息在京中不胫而走，所有人都等着看我的笑话，就连我自己心里也没有底。当初救下顾南风，除了不能见死不救外，自己其实也夹带了几分私心。那日，顾南风蜷缩在树根下，一身玄色劲装被鲜血染透，混着泥泞与暗红，却不难看出身上的料子不菲，应当是京中的贵人。我本想借着这份恩情讨些碎银补贴家用，这样阿婆就不用忍着腰疼下地干活了，便一股脑把人捡回了家。送走戴夫时，正是月上梢头，清冷的月光透过木窗打在床头，顾南风静坐在床，披散的发丝如墨，朦胧的月光打在他苍白俊美的脸上，宛若谪仙下凡。似察觉有人靠近，他微微侧头朝我作揖，多谢姑娘的救命之恩，只是请恕在下身子不便，不能行这番大礼。我窘迫地直摆手，我就是一个粗人，公子用不着这样。顾南风闻言，却微蹙着眉，似有不解。姑娘不必如此贬低自己，更何况你与我有恩，受得起。夏夜的风吹起他鬓边的青丝，整个人柔和得不像话。我低头错开他的视线，心跳却不可控地漏了一拍。为了治疗顾南风的腿疾，我每日都背着他到镇上看病。每当这个时候，他沉稳的脸上总会露出一丝窘迫，还总推辞着说些我听不懂的哲理。我时常忍不住腹诽，城里人都这样爱惜脸面吗？背着顾南风路过街头时，他也总是将头深深埋进我的脖颈，不敢跟来往的路人对视。温热的土气全然拍打在我的肌肤上，痒痒的，我脚下的步子都不免僵硬了几分，心里却是甜滋滋的，眉眼都弯了许多。村子离镇上不算近，那几日又总是下着小雨，道路被雨水浸湿，坑坑洼洼的泥泞小路更是难以下脚。一路上，顾南风总是要我停下来歇息，我习惯性的摆手，却发现这会儿根本腾不出手来，便开口解释道：没关系，我有的是力气。说着，像是要给他证明一般，拖着他的屁股又往上颠了颠。你……顾南风顿时哑了声。我狐疑地转头看他，却瞧见他一张俊脸早已憋成了猪肝色，说什么都不敢看我。等顾南风腿好些后，便不再让我背着他了。他在屋里躺着，心里过意不去，总是抢着帮我干农活。我见他腿才刚好了些，只敢将喂鸡这种杂事交给他。只不过他瘸着一只腿，鸡都知道欺负他，纷纷跳起来啄他的裤脚。许是没见过这么生猛的畜生，顾南风吓得摔了个跟头，险些又伤到腿。我气得不行，当场便将这鸡杀了炖汤，却再也不敢让他帮忙了。顾南风自知理亏，也不好多说什么。我做农活的时候，他便在一旁看着，为我扇风擦汗。他长得好看，村里的姑娘都喜欢他，每每路过我家门口，总要嬉戏打闹一番，还时不时朝里面探头。我抿着唇，莫名有些吃味。阿婆看破了我那点小心思，这天难得顺着顾南风的话调侃了一句：知意双亲走得早，他从小便由我来照看，只是我岁数也不小了，不知还能陪他几年。你若是诚心想要报恩，便将他娶回去，好生待着。我羞恼地打断了阿婆的话，又担心顾南风有压力，只能尴尬地安慰了几句。阿婆瞎说的，你别当真。本想着将这事翻篇，可不成想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顾南风看着性子冷淡，
骨子里却出奇的固执。他将阿婆的话当了真，临走前郑重地在海棠树下对我许了终身。我心中窃喜，就这样等啊等，数着院子里的海棠，反反复复开了5次。终于在我快要熬成一个老姑娘的时候，等来了顾南风。他果真没有食言，10里红妆从镇口一直扑到了我家门前，风光地将我抬进了府。婚后，顾南风待我极好，敬我护我，哪怕我出身普通，府里上下也无人敢怠慢。可好景不长，顾南风因直言不讳，被圣上连着降了3级，险些丢了头顶的乌纱帽。顾府上下顿时乱成了一锅粥。那晚，我听见他与老爷子在书房中的谈话。顾南风模糊的声音从屋内传来，语气比往日低沉了许多。父亲，知意于我有恩，我若休了他娶别的女子，你让外人怎么看我？报恩，报恩，难道你想被恩情捆绑一生吗？老爷子气得吹胡子瞪眼。你还年轻，不要意气用事，别为了一个女人毁了自己的前程。那林家小姐与你门当户对，还与你一同长大，要论才情家世，哪里比不上她？当初若是听我的，随便给她一个妾室的位置便罢，不也照样能让她衣食无忧吗？顾南风没有反驳，只是抬眸盯着老爷子的眼睛。知意性子软，若只是妾室，容易受人欺负，要是传了出去，外人不免又要嚼舌根，说顾家苛待恩人。老爷子被对得说不出话来，只好任由他去了。我在外面听了许久，直到双腿都冻得没了知觉才离开。那晚，我坐在院子的石头上，看着池塘里的鲤鱼，想了许久。原来我与他的只剩恩情。顾南风在书房中呆至深夜，回来时眼底的倦怠怎么也藏不住。这次降职让顾南风看清了很多事，性子也不似从前那般孤傲，圆滑了不少。他在官场上愈发如鱼得水，第10年便坐上了首辅的位置。一时间，前来登门拜访的达官贵人犹如过江之鲫。只是顾南风性子冷淡，不愿参与官场的党派纠纷，总是借口闭门不见。妇人们为了投其所好，纷纷将请帖递到了我手里。我坐在妇人堆里，听着他们一边聊着京中流行的绸缎罗裙，一边拐弯抹角地暗示我，让顾南风多提携一番自家夫君。案几上的檀香从炉中袅袅升起，氤氲的烟雾遮掩着众人极力压抑的贪婪目光。看着他们故作恭顺的脸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附和着，却也知道他们心里大抵是瞧不上我的。屋内的炉子烧得噼啪作响，妇人们揣着手围在炉边闲聊。冬日的暖光从东窗透了进来，被镂空的细花纱窗分割出零碎斑驳的影子，却依旧抵挡不住室内凝结的寒气。妇人们说话总是弯弯绕绕，个个都在暗地里较着劲儿。我抿着唇坐在一旁听着，哪怕这种场合经历了无数次，也还是习惯不了。正巧顾府的马车来府上接人，便借口打道回府。正要上车时，丫鬟提醒我落了东西，我领着她掉头去取。刚踏进后院，便听见屋子里的谈话。方才我们嘴都要说干了，她却一点表示都没有，真以为自己飞上枝头当凤凰了。左不过是个乡野村妇，若不是依照那几分恩情，首府夫人的位置哪轮得到她？只是可惜了林小姐与首府大人这么好的婚事，两人从小青梅竹马，才情也不相上下，多好的良缘啊！不成想被个不知名的野丫头夺了去。我脚步一顿，默默攥紧手帕。身旁的丫鬟小心的抬眸，细细打量着我面上的神情。夫人，我们还进去吗？我笑着摇了摇头。回去吧。冷雨淅沥而下，马车摇摇晃晃。回府时，正赶上顾南风下朝的时候，他打着伞，伸手搀扶。几位夫人可有为难你？我不着痕迹地抽回了手，轻声答道：没有。头顶的纸伞微微朝我倾斜着，顾南风半肩湿透，语气里听不出喜怒。那便好。话落，又是一阵沉默。我落后顾南风半步，心中不断想起今日听到的传言，想要开口质问，却又不知从何问起，只能默默憋在心里，守在后院的1亩3分地，闷闷不乐地度过。年后，我随顾南风一同入宫，在宫宴上，我终于见到了那个传闻中的林小姐。她早已嫁作人妇，一头青丝高高盘起，
用一支素簪简单固定着，总是笑盈盈地注视着所有人，整个人温婉而又秀丽。只是他身子不适，时常咳嗽，再加上夫君任职的地方又是个寒凉之地，病情总是反反复复。我心中内疚万分，脑子里又开始胡思乱想，或许没有我，她是不是就不用嫁得那么远了？正想着，一旁的都尉贴心地为他揉了揉冰凉的手，两人侧着头低声耳语着什么。她笑容明媚，就如同未出阁的少女一般。我愣神看了许久，心中不禁松了口气，想来这些年她也被照顾得很好。回去的路上，顾南风一言不发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。看着他冷静自持的脸，那句你可曾后悔娶我却怎么也说不出口。夜里惊雷乍起，屋外雨大如胶，心中的烦闷如同竹筐里乱糟糟的线团，怎么也理不出头绪。我摸了摸自己的脸，突然开了口，我是不是老了许多？室内的烛火盈盈，模糊了顾南风的棱角。他翻阅书籍的手一顿，抬眸看来的眼神依旧是温柔的，还是那么年轻。我低低地哦了一声，看着镜子里鬓边多出来的白发，眼睛却像是被烛火烫了一下。晚年，我的身子大不如前，被娇养着出了一身的富贵病，不是这痛就是那疼的。临终前，顾南风死死握着我的手，嗓音沙哑的不像话。最后，千言万语只化作了一句：别怕。对上顾南风通红的眼睛，我突然就释怀了，心道他真是顶好的人。若是有来世，我定不会再嫁给他了。再次醒来，映入眼帘的场景很是熟悉。室内茶气萦绕，屋外暮色深蓝。阿婆坐在窗边，指尖拈着银针，引着线穿过。窗外，院子里的那棵海棠树也还是记忆中的模样。我动静不小，阿婆抬眼朝这边看来，笑道：睡醒了，小瞌睡虫。听到这熟悉的调侃声，我瘪了瘪嘴，泪珠又滚了下来，一把扑到他怀里。咋啦？做噩梦了？我摇了摇头，没有回答，只是紧紧抱着他，心口慌得不行，害怕这只是一场梦，一觉醒来，阿婆就不见了。阿婆哭笑不得，却没再多问，只是默默塞给我一些银子，哄着我去街上买些好吃的压压惊。我见推辞不了，便乖巧地点了点头，去街上买了些平时舍不得买的吃食。这晚，家里难得吃了一个热闹的团圆饭。白日里的小插曲过去后，日子照旧平淡地过着。之前的几十年仿佛只是黄粱一梦。月色朦胧间，我又想起了顾南风，记起他对我的种种好。上一世，生前有人尽心伺候，死后风光大葬。照理来说，这样的一生是大多数女子所追求的。可这一次，我却固执的不想让顾南风再受恩情裹挟，从此更是没再踏足深山半步。我将捡到顾南风的地点告诉了村里的张大夫，说那儿有他想要的药材。张大夫欣然归往，为了表示感谢，还分了我半边鸡肉。原以为这一次我与顾南风不会再有任何交集，却不成想夜里房门突然被人敲响，屋外阵阵雷声轰鸣，我猛地惊醒，心中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打开门，却瞧见本该被张大夫捡回去治疗的顾南风，正风尘仆仆地站在门外，委屈地红了眼。夫人这次为何不来寻我？她站在暮色中，依旧穿着那身玄色锦袍，只是上面被树枝划了几道大大小小的口子，看着有些狼狈。细密的雨水砸在她眼睫上，汇聚成豆大的水珠，从脸颊滑落，让人分不清到底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。我心中诧异，面上却强装镇定。公子认错人了，我并非你的夫人。我下意识地关门，却被顾南风用手死死抵住。他微微俯身，目光牢牢锁在我身上，一字一句地问：夫人，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这声夫人像一根针，猝不及防地刺进我的心口。我猛地抬头，撞进他盛满了困惑与失落的眼眸。他怎么会这样叫我？难道……还没等我想明白，顾南风又委委屈屈地开了口：我在山上等了1日，从清晨到日落，始终没等到你来。他顿了顿，嗓音低哑：你是不是不想见到我？我喉咙发紧，有些说不出话来。公子许是认错人了，
家中只有我与阿婆2人，未曾有人来过，你还是到别处去找吧。顾南风白皙修长的手指被木门狠狠夹住，当即就泛起了红。你不记得了？他没有喊疼，只是用那种几乎哀求的眼神看了我许久。恍惚间，我仿佛又看到了几10年后那个独自坐在书房里的落寞身影。我努力抑制着声线中的颤抖，却撇过脸，不敢看他。我该记得什么？顾南风愣住，眼底闪过一丝错愕之色。抱歉，是在下唐突了。但是姑娘不要误会，我还并未婚配。他沉默半晌，许久才憋出了这么一句没头没尾的话。我敷衍地点了点头，却也知道他在湖边，做事就要将他赶出去。顾南风这次学聪明了，用脚抵住门缝，面上却是带着几分悔意，似乎也知道自己又说错话了。正当双方都僵持不下时，阿婆披着外衫走了出来。是谁来了？我不想让阿婆看见，急忙朝屋里大喊：没事了，阿婆，我这就让他走。顾南风闻言，面色顿时煞白，他身子晃了晃，下一秒便一头栽在我怀里，双手还顺势环上了我的腰。我面色窘迫，慌乱推开顾南风，无意间碰到他的额头，发现烫得惊人。我与阿婆连忙将顾南风扶到了床上，他意识回笼，虚弱地开了口：抱歉，我不是有意来打扰的，只是我在山中迷了路，不仅伤到了腿，还淋了许久的雨，这会实在走不动了，可否容我借宿一宿？他样貌不凡，扮起柔弱来，实在叫人于心不忍。阿婆眼底满是心疼，天色也不早了，外面还下着雨，就让他先住下吧。顾南风脸色苍白，腿上的伤口还在渗血，抬眸小心打量我眼色的模样，实在可怜。我终究狠不下心，便点头应了下来。这一次，顾南风虽然只是受了些皮外伤，伤口却是血淋淋一片，看着格外唬人。换药时，也不似上一世那般闷声不响，而是一直喊疼。我动作顿了顿，抬眼看他，很疼。顾南风皱紧眉头，声音刻意放低了些，很疼。我有些意外，随即抽回被他握在掌心的手，皱眉道：别撒娇，好了就快回去。这话让顾南风的小心思落了空，他不死心地开口：多谢姑娘的救命之恩，不过说到感谢，我是不是应该以身相许？毕竟话本里都这样写的。本想借着玩笑话表明自己的心意，却见许知意沉默不语，没有接话。他顿时又慌了神，解释道：对不起，我瞎说的，你别当真。他委屈巴巴地来拉许知意的衣袖：别讨厌我。他知道许知意对自己这张脸还算满意，总有意的扮柔弱，想讨得许知意的怜爱。可许知意根本不为所动，只是淡淡抽回了手。你好好休息。看着许知意离去的背影，他眼底满是困惑，也不知为何许知意要假装不认识他，还对他如此冷淡。起先顾南风还能借着养伤为由头赖在许知意家中，可他毕竟伤得不重，不过是走夜路时摔的一点皮外伤罢了，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解罢。到时候他便再也没了留下的由头。顾南风不是没想过办法，只是许知意的房门总是紧锁着，每次上药时也都尽量避免和自己对视，动作快得像是在完成任务。顾南风心中慌乱，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挽救。他本是被派来郑州调查官饷丢失案的，却因年轻气盛，行事太过高调张扬，得罪了地头蛇。几人联手行刺他，再伪装成被土匪袭击的假象，企图毁尸灭迹。好在他躲到了山上，恰巧被许知意所救。两人相处的时间一久，很快便生出了情愫。其实顾南风也不知道自己对许知意的感情是从何时转变的。一开始是愧疚，劳烦一个小姑娘将自己背上背下；后来是心疼，忍不住想要为她分担肩上的担子。许知意像个小太阳，照亮着所有人。顾南风想，哪怕是块石头，捂这么久也该热了。夜风轻拂，吹动了院子里的海棠，香味中都带着几分凉意。他还记得当初自己正是在这棵树下对许知意许下的承诺。那日，小姑娘不可置信地问了好几遍，眼底盛满了泪水，看着让人心疼。后来，她好不容易将人娶回了家，
恨不得把最好的东西献到他面前。只是不知从何时起，记忆里那个活泼好动的小姑娘逐渐变了样，慢慢的开始疏远他，整日将自己锁在那片后院内，不与外人走动，如同开败的花，即便再精心的呵护，也逐渐走向死亡。所以这一次，他想留下来，解开许知意的心结。可伤口一旦愈合，他就会被赶出去。顾南风神色复杂地看着自己腿上的伤口，缓缓朝桌上的匕首伸手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顾南风整日都赖在家中。读书人最是油嘴滑舌，三言两语就哄得阿婆眉开眼笑。老人家很喜欢他，每日变着花样给他做些补身体的吃食。我则被逼着每天给他换药。原以为顾南风只是皮外伤，没几天就能好，却没料到他伤得如此严重，待了这么多天，伤势却迟迟没有好转，就连张大夫开的药也不见效。看着顾南风腿上的伤口，我心里愈发困惑。前世顾南风伤得那么重，半月就能勉强走路了，可这一世都快10天了，他腿上的伤口不仅没有愈合，反而时不时会渗出血来。换药时，我忍不住问了一句：“你的伤口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久了还没结疤？”顾南风坐在床上，眼底飞快闪过一丝慌乱，随即又恢复成那副虚弱的模样。可能是这里的草药效果不好，又或者是我体质太差。我皱了皱眉，自己用的草药都是山上现采的，和前世一模一样，怎么会效果不好？而且顾南风也并非看起来的那么清瘦。给他换衣物时，我还分明看到了他外衫下那明显的肌肉线条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体质差的样子。我心存疑惑，却也没再追问，换完药便起身离开了。夜里，我路过里屋时，无意间听到里面传来一阵轻微的闷哼。我心里一动，轻轻推开了一条门缝，往里看去。只见顾南风手里拿着一把匕首，正小心翼翼地在自己的伤口处比划着。匕首很锋利，一下子就划破了他刚愈合的皮肤，鲜血立即就渗了出来。我心头一颤，像是被无形的手掌揪住一般。我推开门冲了进去，一把夺过他手中的匕首，声音因为愤怒而有些颤抖：“顾南风，你在干什么？”顾南风明显被吓了一跳，慌乱地将腿缩了缩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我又气又笑：“阿婆每日都惦记着你的伤口，结果你就是这样糟蹋自己身体的。”顾南风低下头，自知理亏，声音里带着几分委屈：“我怕伤口好了，你就要赶我走。我不知你这一世为何不愿与我相认，还不想与我有过多的交集。我想，肯定是上一世我做错了什么，让你失望了。但我可以改，我真的不想走，我想留在你身边，好吗？”我诧异的抬眸，撞上他目光灼灼的视线，心跳都漏了一拍。“你……”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，只能干巴巴地骂道：“你傻不傻？就算想留下来，也用不着这样自残，家里又不是承担不起你那口粮。”顾南风闻言，猛地抬起头：“你这是说我可以留下来？”他长睫颤动，激动地凑近了些，身上披着的外袍从肩上滑落，一头乌发倾泻而下，面若冠玉，好似无论哪处都长在了我的审美点上。对上他可怜巴巴的眼神，本要拒绝的话堵在了嘴边，怎么都开不了口。“随你。”说着，我拿着匕首转身就走，只是离开的脚步有些仓促。身后的人注意到这点，嘴角的弧度也在逐渐放大。顾南风顺理成章地住了下来。自那晚之后，我俩关系缓和了不少。顾南风不再刻意扮柔弱，许久没好的伤口也愈合了，整日忙前忙后地帮着干活。他很聪明，学东西很快，劈柴虽不如村里的壮汉利落，但也像模像样。看着他忙碌的身影，阿婆心里满意的不得了，几次跑来试探我的口风。我眼神不自觉地落在他身上。院子里的青年身形修长，眉目疏淡，即便干着杂活，也依旧掩盖不住身上那股清雅金贵的气质。我慌乱收回视线，却升起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心动。直到门口的一声叫唤，这才将我的思绪拉了回来。来人是村里猎户家的李大哥，他比我年长2岁，长得高大壮实，打猎手艺好，空闲时也总跑来帮我干些重活。以前他还会顾及我的意思，
只是偶尔送些猎物过来，让人不好推辞。可自从他得知顾南风住进来后，便格外殷勤，几乎每日都来。现下他又送了一只野兔过来，正瞧着顾南风在一旁捆柴，便故意提高了音量：许妹子，这野兔是我早上刚打的，新鲜得很，你拿去给阿婆补补身子。说着，他瞥了一眼顾南风。某些人间不能挑腰不能扛的，啥也干不了，之前还能借口说养伤，如今伤好了倒赖着不走了。人家许妹子面子薄，不好意思说，我可看不下去。顾南风动作一顿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我连忙解释，不是的，是我让他留下的。李大哥哎呦了一声，许妹子，你可别被这小白脸骗了，我听说他们城里人最是油嘴滑舌，精明得很，指不定背地里包了好几个小老婆里。要我说，还不如在村里找个耐劳的老实人，保准没你是从。说着说着，他羞红了脸，不好意思看我。我自然明白他话中的意思，却也佯装不知，简单的客套了几句，将人打发走。院子里顿时安静下来。顾南风低着头，手指紧紧攥着绳子，指节都泛白了。见我迟迟没开口，他急红了眼。知意，我不是小白脸，也不是没用，我自幼熟读四书五经，会写诗作画。若是你不喜欢这些卖弄笔墨的事，我也能学砍柴种地，定不会让你受累。真的，太傅都说我脑子灵光，学什么都快。他的声音带着几分恳求，眼底满是不安。我比他好的，你别嫌弃我。看见他罕见因别人一句话而较真的模样，我却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好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顾南风的腿伤早已痊愈，他逐渐揽过家里所有的活，炒菜做饭，劈柴耕地，样样不在话下。我默默看在眼里，情愫在朝夕相处中悄然滋生。可我明白，顾南风不可能一辈子待在这个小村子里，他还有京中的亲人，还有未完成的职责，我又怎么能将他困在这里与我厮守一生？渐渐的，顾南风越来越忙，频繁地往京中送信。他的心腹找上了门，禀明已将贪污官饷的官员一同拿下，问他什么时候启程回京。他的声音从屋内传来，声音比往常低了许多。再等等。我站在屋外听着，明知会有这样的局面，心中却也止不住的难过。当晚又是一个满月夜，顾南风坐在院子里，望着海棠树出神。我走到他身边坐下，看着他在月光下的侧脸，默契的没再提及今早的事。他轻声开口：你会与我一同回京吗？不会。我摇了摇头。京城的生活虽好，却是压抑的，并不让人开心。顾南风沉默半晌，似也明白了什么。那晚过后，我俩都默契的没再提及此事。顾南风依旧待在这里，只是干活更加勤快了，似乎想要提前将所有的事都安排妥当。只是变故来的猝不及防。在一次采药的过程中，我们遇上了一群不速之客。草丛里的一声响起，顾南风瞬间警觉，拉着我就跑。突然跳出来的刺客在身后紧追不舍，四周的山路狭窄，眼见就要被追上，我突然转向一处陡坡，拉着顾南风纵身跃下。坡底是一条湍急的河流，我们顺着水流飘出数里，见刺客没有跟上，这才上了岸。我带着顾南风躲进了附近的山洞。这会儿天色也不早了，再加上夜里的深山寒气重，冻得人直发抖。我捡了些树枝，生了一堆火，篝火噼啪作响。我褪下外衫放在火边烘烤，一边招呼着顾南风把身上的衣服脱了。他远远坐在一旁，低垂着头，不敢看我。我瞧见他嘴唇冻得有些发紫，心疼地将他往身边拉了拉。你羞什么？又不是没看过。顾南风微微偏头，冷白如玉的脸庞还带着水渍，额前几缕碎发垂下，本就俊美的容貌显得愈发清雅出尘。我看的眼睛都直了。此时外面突然下起大雨，老天似乎也有意将我俩困在这个小山洞里。顾南风思索了良久，这才开口：你冷吗？要不要再靠近一点？顾南风的嗓音低沉，在我耳边轻轻回荡着。哦，好的。我靠在顾南风怀里，听到他的呼吸越来越重，隔着里衣都能感受到他滚烫的温度。下一秒，他将头凑了过来，贴着我的脸，疑惑地问：
脸怎么这么红？是不是发烧了？顾南风凑得很近，我甚至能透过他的眼睛看到自己慌乱的神情。我捂着脸，刚想开口解释，却无意间瞧见他嘴角的笑。那一刻，我甚至能听到自己慌乱的心跳。此人手段了得。我抑制住狂跳的内心，想着都做了几十年的夫妻，又不是没看过，有什么好害羞的？可心中虽是这样想着，面上却也烧得通红。空气又沉默了许久，顾南风突然紧紧地抱着我，问：真的不去京城吗？我摇了摇头，轻声道：顾南风，在这里我们都是一样的，可在京城，你我的身份并不对等，若是强行带我入府，只会白白受人非议。你总说我很好，让我不必在意外人的说辞，可我不得不在意，我不想再过那样的生活了。京城对我来说，又何尝不是一座牢笼呢？那里的人都分3、6、9等，出身低微，更是受人白眼。我不敢看别人的眼神，害怕看到带有恶意的打量，更害怕被人拿去跟富家小姐做比较。顾南风心头一紧，好，我不勉强你，等我处理那边的事，我就回来找你。等我们的身份对等了，再来说这些。回去时，刺客的事情早已被顾南风的心腹解决完毕，幕后之人也被擒获，一同押回了京。我明白，顾南风不能再停留此处了。他选择在清晨时分悄然离别。我若有所感般睁开眼，走出了门外，恰巧看到他刚离开的背影。顾南风。他诧异地回头看着站在木屋前的我，似乎想说什么，最终只化作了一句：等我。顾南风走后，我总能听到有关他的传闻。他先是上奏减免赋税，后惩治贪官，是个实打实的为民造福的好官。有了前世记忆的顾南风，不再是那个只知依法办案的愣头青。他步步为营，从官饷之事顺藤摸瓜拔掉了朝中的毒虫，后又在朝堂周旋，帮三皇子稳固了地位。这几年，顾南风也不忘发展这里的小村庄。他派人重新修建了通往村里的道路，带领大家发展旅游业，还请人编写诗集推广，渐渐的慕名前来的游客越来越多。村里人提及他时无不赞叹，只是提及他婚配的事，都可惜的摇头。村子渐渐热闹起来，我攒够了一些银子，在村里开了家旅馆，取名知风馆。奇怪的是，生意越来越好，来往的江湖中人也不在少数，却从没人来闹事。偶尔也有几个不守规矩的游客，可不等我出面，就被不知从哪来的人劝走了。我心里很清楚，是顾南风在暗中守护着我。这一护就是7年。7年间，顾南风辅佐三皇子登基，成为朝中重臣。他一直没有娶妻，只是在旁支中挑了个继承人，将人培养成才后，再将权力交接。最后听到他的消息，是他已经辞官归隐了。初秋的某一天下午，我正在算账，突然听见门口传来熟悉的脚步声。我抬头望去，只见来人眉眼如画，衣冠胜雪，狭长的眼眸似潺潺春水。在下背井离乡路过此地，还望掌柜能给在下谋个生计。我挑眉问道：你能干什么？顾南风嘴角微微上翘，带着浅淡的笑意，搭在我腰侧的手，在光线下还泛着银白。在下手无缚鸡之力，又不通算账之事，但瞧着近日转秋，便让在下帮掌柜暖暖床吧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